你今年的购机预算是多少？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波。小白测评1年1度618全价位购机指南如期而至啊！依旧是还没到6月啊，各家的预售都已经开始了。手机圈终于摆脱了2代火龙的影响，上半年的这些新机整体质量也还是挺高的。例行3点小声明：一，大促各种优惠挺多啊，视频里边的价格肯定会有波动啊，重点大家看型号。2，我们选机原则依旧是综合性价比加上方向偏重。去年有小伙伴说，小白你不就是把所有机都过了一遍吗？大家注意听我们的推荐方向。3，机器都是根据过往单机测评数据库的数据以及内部主观体验得出的主观结果，各个价位肯定不止这些机器啊！如果你还有其他推荐，欢迎大家评论弹幕分享。如果您有激烈意见，那一定是我们疏忽了。2023上半年什么手机值得买？我们走起。首先，1500万元内这个价位的机器本身更新就不快，型号也不多啊。当备用机或者说给长辈使用，即使要求不高的话，我觉得选一些老款机型也不错啊。价格可能会到3位数，比如可以看一下红米 12C 和 OPPO A36啊。但是2023的指南嘛，我们视频里面还是以新机为主啊。iQOO Z7这个价位就给到了你120瓦加上5000毫安时大电池的组合，属实少见。充电实测，小白测评数据库前台显示100%，用时25分钟，完全充满27分钟啊，速度还是挺快的。性能方面啊，处理器采用的是骁龙 782G， 王者荣耀高清120啊，数据库 3.0 的标准，半小时实测也可以跑到近满帧的水平。中间团战偶尔有掉帧的情况，整体游戏体验还 OK。主摄是6400万，还带光学防抖，后面有些3000块钱的机器都没有哈。XO 震动马达，红外 NFC， 外围配置也比较全面。不足的是全塑料机身啊，正面屏占比一般。不过放在这个价位段看的话， iQOO Z7 应该是一部你能用很久的千元机了。在我们截稿当天啊，这 K60E 突然有比较大幅的降价，这8+128的版本已经到了1349啊，2K 屏幕啊，天玑800还有5500毫安时的电池啊，基本上就是上一代 K50的升级版。不过货好像比较少啊，这个抢不抢得到就看你的手速了。接下来是1500到2500啊，这个价格是很多预算有限的学生小伙伴的主力区间了啊，这里也基本是真我和红米的主战场。红米 Note 12 Turbo 啊，主观推荐12加上512的版本，2099啊，处理器骁龙7 Plus Gen 2，说它是骁龙8减没啥问题。数据库极限续航测试可以坚持6.65小时，20款应用2轮打开啊，用时134秒。主摄 OA64B 也 OK 啊，因为取消了塑料支架，边缘手感也不错啊。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全塑料机身，背板也比较薄，质感就很一般了。如果是绿厂系的用户啊 ，Realme GT Neo 5 SE 12加上256 2099，配置也算全面，144赫兹 1.5K 的屏幕，100瓦加上5500毫安时的组合啊，续航还是很顶的。数据库极限续航测试可以坚持7.27小时，完全充满也就35分钟，但整机成本啊都堆在内部配置上了啊。这个价位配置 OK 就不能要求太多质感了。红米 K60 最近出了1T 的版本，大家可能被它吸引了啊，但回头看一下12加上256G 的版本2199啊，比首发价足足便宜了800块。究极贝斯首发用户啊，67瓦有线充，30瓦无线充，5500毫安时的大电池，数据库极限续航测试可以达到7个小时。这块 2K 国产屏观感不错啊，526 PPI 放在这个价位属实鹤立鸡群了。缺点还是红米的质感问题啊，这代边框设计手感比较差啊，单拼 GPS。不过2199嘛，大家把自行车3个字给打在公屏上。如果你对 LCD 有偏爱，视频制作到尾声的时候，红米每年的618特供机 12T Pro 也来了。频道有测评我就不展开了啊，机器全塑料，质感是相当一般，但还是配置丰富啊，而且 LCD 屏幕现在确实很少了。2500到3500这个价位基本上是大盘的主力出货区间啊，可选的机型很多啊，除了影像质感，各家的配置到了这个价格也都比较均衡了。首先是今年首拿100亿补贴的1加 S2 啊，妥妥水桶机啊，12加上256 2699，满血骁龙8 Plus， 100瓦充电加上5000毫安时电池。小白测评数据库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胜于69%，极限续航测试直到关机，它也坚持了6.7个小时，表现还不错。性能释放上面半小时王者120跑满啊，功耗3.9瓦。数据库原神 3.0 的模型平均59帧啊，调度也比较开啊。主摄用了一颗 MX890，多数场景下的成像质量还是 OK 的，详细测评可以去频道翻看。相对于这个价位段的其他机器啊 ，S2 的质感啊是比较突出的啊，有点不太像这个价位的手机啊，跟大哥1加11同款 ID 设计，没有塑料支架啊，但是要注意它的边框是塑料的。iQOO Neo 8 Pro 刚上的新机，起步就是16加上256啊，3099，首发天玑9200 Plus 啊，性能方面表现不错，半小时原神平均59.4帧，基本跑满啊，功耗5.9瓦，机身最高45.8摄氏度，配备了双 X 轴震动马达，游戏体验也比较好，而且还用上了 V1 Plus Z
联芯片，大哥11 Pro 同款的 Max 866主摄，蓝厂机器用上这套硬件啊，拍照基本就不会差了啊。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翻看单机测评，屏幕这次也升级了，色准表现不错，官方数据 Delta E 0.28左右啊，刷新率也达到了144赫兹，1.5K 分辨率，也支持2160赫兹的高频调光，护眼也到位了。比较偏向于游戏性能的小伙伴可以着重考虑荣耀 Magic 5 8+256G 3499旗舰标准版，到这个价位竞争力还是不错的啊，配置比较均衡，骁龙8 Gen 2 5100毫安时电池，数据库极限续航测试可以坚持6.77个小时，影像实测也 OK， 2.5倍的长焦放在这个价位差不多是独一份了啊。不足就是它的主摄没有光源防抖，散热一般啊，马达是 Z 轴的，3500到4500啊是各家旗舰机的主力出货区间。第一台绿厂系1+11 12+256 3899 6.7寸三星 2K 14屏，拍照也很对料啊，3颗高素质的镜头，主摄890带 OS， 实际成片 OK， 如果能上一个3倍长焦或者 2.5倍啊就更好了。骁龙8 Gen 2数据库 3.0 实测原神 59.8帧啊，基本跑马了，功耗5.6瓦，机身最高温度47.1摄氏度。由于性能调度比较开啊，再加上屏幕它的续航表现一般啊。另外需要注意，它是一个低频调光。小米13 12+256 4299，小尺寸为数不多的选择了。虽然大家都在调侃雷总，但这次啊人质感确实上来了，机器都很像苹果啊。也是骁龙8 Gen 2 IP68 50瓦无线充电啊，该有的都有了。小屏机难得的续航也不错啊，数据库极限续航测试它可以坚持6.28小时。不足的话，有人可能会说它的指纹位置比较靠下，短焦但因为它尺寸比较小啊，也能接受。华为 P60 8+128G 4388啊，这一代标准版和 Pro 真的差别并不大啊，同款可变光圈主摄，屏幕和机身设计和大哥也都差不多，而且也有每台都独一无二的洛克可白。潜望 IP68啊，可以说华为能给你的配置都给你了啊。出厂搭载鸿蒙 3.1， 相比上一代啊，这个1.1的提升是相当明显啊。如果不在意 5G 啊，是华为生态的用户啊，它还是挺值得购买的。游戏手机必须有一席之地啊，红魔8 Pro 首次优惠300啊，一如既往的硬核设计，棱角分明啊，背面散热风扇和 RGB 灯啊，正面也用了屏下摄像头，一眼看过去全是屏幕，性能是绝对强项啊，调度一向激进，数据库半小时原神满帧运行啊，几乎就一条直线啊。难得的是红魔8 Pro 的功耗控制还不错啊，仅有 5.8瓦，主要是散热强嘛啊，最高温度只有42.3摄氏度，600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续航也很顶。数据库极限续航测试，这台机坚持了8.28小时啊，你没有听错啊，8个小时以上，总榜排名第一啊！这台机算是性能和续航兼得了啊！如果再搭配红魔电竞宇宙的电竞显示器啊，键鼠直接在 PC 外设上玩手机游戏，简直降维打击了。当然缺点也是有的啊，就比如说很多人在意的手感，而且这台机器是没有 NFC 和红外的。4500到6000这个价位段啊，跨度比较大啊，因为随着机圈狂卷，其实到了这儿各家都没有理由拉胯了啊。OPPO Find X6 Pro 12+256G 5999，这个活动后期加上一些优惠券，或者去线下购买的话，可能会再优惠一点啊。线上下单送价值499的超影像礼盒。作为一台影像旗舰啊，拍照自然强项，对料很多，成片素质不用担心。尤其是主打的暗光长焦是它的一大优势。哈苏自然色彩风格也很特别啊，最新的版本中还更新了运动模式，分割式的圆形镜头模组辨识度也非常高啊，屏幕亮度啊很出众啊，手动最高亮度都可以达到800尼特的级别啊。性能表现上，数据库半小时原神 59.5帧啊，也是基本跑满，最高温度也没过45啊，44.5度，平均功耗5.6瓦。不过当前版本在一些光线不足的场景下有糊片的概率啊，希望后面能赶紧优化。这个价位段唯一的折叠屏，也是我们本次唯一一个小折叠 vivo 啊 X Flip 12+256 5999，处理器骁龙8 Plus 3.0的版本啊。为了照顾续航，这类机器的性能释放都是比较保守的，在意的小伙伴要慎重考虑啊。外观颜值也比较高啊，机械比较轻薄，适合女生。全功能的外屏，可玩性和可用度也都比较高。iPhone 14啊，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提到 iPhone 13，其实找一找优惠看一下价格的话啊，差不了几百块钱，14应该要更香一些。各个平台的销量都是前几名的存在了，跟上一代相比，延续了轻巧的手感。数据库极限续航测试近5个小时，但是充电还是原地踏步啊，这个要充140分钟。这个价位一众120赫兹的机型，只有它是60赫兹啊，也挺不够看的了。好在有 iOS 的丝滑动画补充啊，拍照表现也比较一般，但谁让它是苹果旗舰的入门型号呢啊？如果你恰巧实力雄厚，6000块以上这个档位，基本都是满配旗舰了啊，随你开心了。iPhone 14 Pro Max 如果可以抢到优惠价，8000出头，差不多就可以入手 256G 的版本了。A16 仿生芯片依旧是地表最强处理器，120赫兹顶级 OLED 屏幕搭配灵动岛，一眼就能让人看出你用的是最新 iPhone 啊。拍照方面啊，主摄升级到了4800万，但是日常使用中感知不是很强啊。相比于上一代锐化有所改善，但还是有的啊。频道里边有超详细的测评啊，大家可以去翻看。这个价位今年终于有三星的旗舰了啊，毕竟三星从来不坑穷人。S23 Ultra 今年着实表现不错，12+1
256G8299，机械版8:2，流畅度那比22 Ultra 好太多了。影像上凭借突出的长焦已经火出圈了啊，成为了演唱会必备神器啊。三星自己的顶级屏幕、超声波指纹 S Pen 啊，这些都是祖传异能。最重要的就是颜值啊，在一众 OLED 旗舰里边算是一股清流了。如果你有One UI 使用说明书不太在意快充三星这台机器还是值得关注的。X90 Pro 加和小米13 Ultra 这俩机器要注意啊，这前者是影像手机，这后者好像就剩影像了要注意，这不是贬义啊，是让大家明确需求，因为小米的影像今年依旧是非常顶，建议大家去线下看一下啊，这个手感 ID 方面是否能够接受，毕竟为了影像牺牲了很多啊，就是奔着影像去的。X90 Pro 加12+256G 是6199，影像配置也是拉满，人像方面蓝场游戏出众，2K 三星16屏幕，超声波指纹识别，1秒录入啊，体验也很好。4700毫安时的电池搭配80瓦的充电，34分钟完全充满，但是蓝场的续航表现一般啊。数据库极限续航测试坚持了5个小时，这两台机器也都有单机测评，大家可以去翻看。最后一个机圈茅台啊，华为 Mate X3啊，这台机器你真的要实力雄厚了啊！256G 版本12999，但是啊，这个价格你很难买到。现在炒到了多少钱？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下。机器内外屏这次观感都很不错，支持1440赫兹的高频调光啊。拍照方面搭配了一颗5倍潜望镜头啊，还有 Ximage 啊，外观做工和质感都可以说是目前大折叠里面很顶的存在了。239克的重量在折叠屏里边真的是很轻了啊，而且这次厚度控制的还非常出色，一个大折叠啊，比一些直板旗舰手感还要好啊，确实很离谱。另外还有个很重要的，这是华为的折叠屏。总之拿在手里啊，就是一个字，高级。OK， 全价位指南完毕啊。你想入手哪台机器？大家可以把型号打在公屏上啊，看看哪家多。受限于时间，我们很多机器没有详细展开啊。频道内大部分机器都有单独测评，记得去看啊。数据库大部分也都有他们的实测数据，记得去对比。还是那句话，大促价格变化比较快，反正你看到的价格别比我们提到的还要高就对了。整理不易啊，掉了2134根头发啊，记得点赞啊，兄弟们，特别感谢。最后我们要说啊，手机它仅仅是一个工具啊，大家量力而行啊，个别人没必要随便评价其他人的选择啊，你不知道人家的需求是什么，人家也没花你的钱，对不对？最后的最后啊，祝大家今年618都以神价入机。OK，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刚我票少白问，我们下期不个人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